哈利哈喽！今天我们要游览的是宁芬堡宫，乘坐公交51路、151路或电车12路、17路，在 Schloss Nymphenburg 站下车。自驾的停车位在宁芬堡宫殿门口，地图上红线框的区域都可以免费停车。这里有多达450个普通停车位和14个巴士车位。我们今天会按照地图上标记的顺序游览宁芬堡宫，全程4.9公里。我跟小狗边拍照边玩的，走下来大概2个小时。园内几乎都是砾石路面，没有楼梯，也没有上下坡，不要穿底儿太薄的鞋子就好。最近我们一直在做那个不对，应该先说哈利哈喽，哈利哈喽。最近我们一直在做阿尔卑斯徒步日记，然后因为那个是每到天气晴好的假日我们才会去，还需要开车一段距离嘛。但是现在春天来了呀，春天来了，我们不能浪费这个大好的春光，所以我们决定再新开一个专题，就是如果平时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慕尼黑市区做一个慕尼黑深度游这样一个专题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慕尼黑深度游的第一站，我们来到了宁芬堡宫。它是德国慕尼黑的一座巴洛克式宫殿，于1675年落成。1715年至1918年间，它是巴伐利亚统治者的夏宫。原本它只是一座小型的乡间别墅，2个多世纪中，建筑师们积极扩建。城堡东侧的圆形广场，西侧的城堡公园，散布在林中的城堡和众多的运河一起，构成了独特的建筑群。我们熟知的那位修建了新天鹅堡的童话之王路德维希2世就是在这里降生的。宁芬堡是德国最大的城堡之一，也是欧洲最重要的城堡之一。宁芬堡在2019年接待了323575名游客，是巴伐利亚访问量最大的城堡之一，仅次于新天鹅堡和慕尼黑王宫。因此，景区对于到访的游客也提出了一些限制，比如园中不能骑自行车，狗狗必须全程用绳牵着。跟其他公园最大的不同，就是这里的草地是不能踩的。今天呢，因为有带小狗一起来，所以那个宁芬堡的那个城堡里面我们不能进去，但是宁芬堡的花园它是可以进来的，但是必须得用绳子把它牵上。那牵绳，你看后面的那些木头像小房子一样的，一个一个像树屋的那种，它那里原本是一个个的雕塑，它现在都给罩上了，也许需要维护。我觉得虽然是工作日吧，但是因为今天天气特别好，所以你看这长凳上全是人非常多。外面停车场车位也很少。
宝塔城堡于1716年至1719年间建造。这座洛可可风格的2层茶楼为8角形结构，平面呈十字形，是贵族游玩时休息的地方，也被用来举办独家的庆祝活动。Pagoda 可以翻译成宝塔，在18世纪的欧洲使用，指的是中国风时尚的室内装饰。宝塔城堡在冬季关闭，4月重新开放。宁芬堡宫和宫殿公园作为一个整体被列入巴伐利亚古迹名录。宁芬堡宫建筑群是慕尼黑唯一一个全面保存下来的18世纪建筑群，它的建筑形式也是独一无二的。由于新的城市建设规划，它被巴伐利亚政府列入濒危历史建筑群保护起来，并于2021年初被加入德国艺术史学家协会的红名单。所以这里每一寸土地上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都是受政府保护的。阿波罗神庙于1862年至1865年间建造，10根由灰米色砂岩制成的柱子在湖边景观中格外引人注目。里面有路德维希一世题词的大理石碑，他作为王储时与特蕾莎公主举行婚礼的庆祝活动就是第1届慕尼黑啤酒节。每年举行活动的特蕾莎草坪也是以公主的名字命名。作为慕尼黑北部运河系统的一部分，宁芬堡运河向宁芬堡公园供应来自 Würm 的河水。河水源自 Starnberger See， 在城堡公园里为瀑布和大大小小的湖提供水源，同时也为公园的喷泉加压。穿过公园后，它会向东北方向延伸，流向奥林匹克公园，止于英国公园的 Schwambinger Bach， 全长约8公里。
巴登堡于1718年至1722年间建造，它是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第一座大型室内温水游泳池，专门用于宫廷沐浴。浴室分布在地下室和地面层，泳池整体面积超过50平方米，可容纳8万升水。无论是作为艺术品，还是在技术方面，在当时都是无与伦比的，堪称豪华。我们现在看到运河对岸的这个2层楼是宁芬堡宫的泵站，是完全由水力发电的系统。它为宁芬堡宫公园的喷泉和周围花园的部分区域提供水。作为欧洲最古老的机器，一直持续工作到1963年，总共运行了200多年，称得上是工程艺术的一个里程碑。最后我们看到的粉色建筑叫阿玛林堡，是选帝侯卡尔·阿尔布雷希特在他的妻子阿玛丽生下了王位继承人马克西米利安3世约瑟夫后，在1734年送给妻子的礼物。这座以阿玛丽名字命名的单层洛可可式建筑用于狩猎野鸡，是游乐型的狩猎小城堡。无论这位贵妇的一生是否幸福，单说这温柔梦幻粉的配色，就唤醒了我的中年少女心。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会对粉色的爱与日俱增。在更爱粉色前，我跟恰恰先做她一天的甜粉系少女。感谢订阅，祝你发财！